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文。我们今天要飞马来西亚的亚庇。马来西亚分为西马和东马，中间隔着大海。亚庇在东马是沙巴州的首府，也叫哥达金纳巴鲁。这地方可以出海，也可以爬山，还有憨到爆的海鲜大餐。现在也要去亚庇，亚庇囧囧囧，亚庇。现在我们在深圳的宝安机场，刚刚办理好值机。这次有问了一个问题，有的地方值机是需要看回程机票的，有的地方不需要，就是国内值机嘛。你好，飞亚庇的。对，现在需要查回程机票吗？不用。如果假设我不是回程坐飞机，我是陆路去新加坡，要怎么提供这个票据呢？车票啊。不查的话，我不买不是也没关系吗？入境可能会查，我们这边没关系啊。也就是说，飞马来西亚国内值机只要提供护照即可。如果不确定回程日期的，可以买巴士票作为离开凭证。比如说我从新山去新加坡，他说也是可以的，那这个就方便多了，因为巴士票是可以免费取消的嘛。然后现在机票呢是不好免费取消的。国际区的物价，看一下菜单，45.58，咖啡一杯基本都是16到20。你们觉得这国际区的物价如何呢？贵吗？我们这次买的是亚航机票，一个人是700多块钱，然后加20公斤的行李又加了400块钱。然后在官网买呢，它是默认含舱的，还可以免费改签一次。我觉得这个就方便很多了，因为现在很多机票是不可以免费改签跟退票的嘛。Hello， thank you。这个人 nasi lemak， 这个是 chicken rice， 安哥也配2个酱，一个辣椒酱，这个应该是醋吧。哇，这安哥看着不错。哇，nasi lemak， 还配了这个江鱼仔。burger 不太好吃，这米不好，这是含在里面的，我单独买不值得。哈哈。从深圳到亚庇飞了大约3个小时，接下来是东马的路径攻略。看我们现在到达马来西亚的亚庇了，现在录一个路径攻略。出了廊桥，其实跟着人群走就 OK 了，然后上电梯，跟着那个黄色指示标走。会有中文哎。从廊桥坐电梯上来，如果想抽烟的人呢，可以看到这个 Noodles 这边，这里有一个吸烟处。跟着 International Arrive， 想下电梯，这下电梯就到达海关了，这也是 Immigration 海关，过海关，过海关这边是有厕所的，就不用挤干海的小厕所。亚庇这边路径呢还是挺容易的，就拍个照，然后按2个食指的指纹，玻璃上呢有提醒说要准备好回程的机票，还有一个 MDAC， 就2个。海关人员挺好的，他什么都不查，拿个护照过去就递给我了。你们入境亚庇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有没有盖这个章，离开的时候没有章是出不去的。现在到达行李提取处 ，AB，CD 在那边，那边应该是国内。过完安检呢就可以出去啦，在这里。哎，2只小熊。到达区有换汇的柜台，但是汇率不太好。中国是0.46，然后这个是电话卡。2279辆，能包你儿子有吗？问他一下。32零 G 是4G 200G，5G 2000G， 起码只有10G 嘛。那这边有个便利店。这边是租车。对，这对面都是租车的。这个。150 G。TwinTalk 的电话卡价格还不错，就是不知道信号如何。哦，Cycon 信号比较好嘛。50 G 是不限流量。我们在国内提前买好了 Holink 的卡，30天100个 G，70多块钱，感觉和机场买也差不多。下面是 ATM， 只有3个。用中国的银行借记卡可以在马来西亚 ATM 取现的，只要看有这个银联标志的就行。第一步插卡，用中文，然后输密码，储蓄户口，然后取，看能不能取2000。对，2000。对。先取卡，然后再吐钱。钱取来了。刚才取了2000马币，共是花了3504.11人民币。那从机场到市区呢，有4种方式。第一种就是坐 taxi， 看一下 taxi 的价格。
cash only， 只能现金哦。中2、中3，30到35马币。第二种方式呢，是在这个 Orange 旁边可以买公共巴士的票。Excuse me, where can I take the airport shuttle bus? Bus? Yes. No bus here. No bus here? Yeah, taxi only Grab. 哦、OK，Thank you。只有 Grab 跟 Taxi 现在没有巴士了。 3个方式。对，一个是40 Grab， 一个是接机，接机是40马币到。KK 市区，但比如说你要到拉萨利亚、香格里拉、加往来度假村，那就肯定不止。然后就 Grab 了。它国内到达区这边更多东西吃。这个是 Taxi Pick Up， 这边可以看到 Grab 的绿色标志，就是这里了。下雨啦，下雨了，暴雨啊！去年2月份来婆罗洲，在沙捞越那边每天都下雨，然后粉丝说要5月份过来才是旺季旱季，天天大太阳。对，现在我们就5月份来了。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未来的7天全是暴雨，雷暴。那这周夕阳能看得到吗？最美落日能看得到吗？晚上8点雨终于停了，我们到嘉雅街吃肉骨茶。晚上我们吃真正功夫。不过嘉雅街上肉骨茶几家店的谷歌评分都不高，想着是人气店，估计又是态度不好什么的。这家真功夫算是里面评分较高的了。想着在大马本土吃肉骨茶这么 local 了，怎么会踩雷呢？都知道吗？对，我觉得要个综合。综合的话，你要什么口味的？还有原味胡椒当归。你们这边哪个比较推荐？胡椒。胡椒，那就来胡椒。哦，好小一碗。好 mini。当过五花肉，我们家吃饭的碗是一样大，就可以盖住。这个肉骨茶也是黑汤的。它的汤这么浓的吗？这汤也太浓了吧！就感觉胡椒打翻在汤里面，好咸，好辣。这个汤是我吃过所有肉骨茶里面最浓的一家店。有点呛到了。因为它的胡椒粉放的特别多嘛，以为是新加坡那种白汤，结果是黑汤加胡椒。猪肝，它里面是瘦肉片哎，排骨，没有猪肚啊。它这个瘦肉片呢，还是用淀粉裹了一圈的，和我在吉隆坡吃到的不一样。猪肝也好硬，我觉得它那个肉骨茶里面的材料很一般，不是说它不新鲜哈，就是它的切工，还有它选的这个部位。因为在吉隆坡选的是肋排嘛，它选的是脊骨。个人来说还是更喜欢8升的那个。对对对，而且它分量真的很少。是一个吸满汤汁的油条，泡这么久都不会软。因为它是老油条，它浓来其实有一点点药材的苦了，对，就最后的时候有点苦味。这油条是老油条，复杂不好吃的。它不是酥脆的，它是比较硬。这个干锅3层肉是好吃的，油脂香比较重，油润油润的。经过干锅以后，它有点焦糖化了，焦香。干锅明显我觉得比汤的好吃。它有放鱿鱼，干的鱿鱼丝里面，海鲜的味道，油润油润的。就这么小一碗，好好笑啊！3酸手艺3它就是柠檬、橘子、酸梅。然后我点了一个橘子汁，然后里面也有酸梅。我觉得这家还没有在兰卡威吃的好吃，就不难吃，但是有了对比以后，它就是不算好吃的那类肉骨茶。仅代表个人意见。不喝了，太香了，让我待会喝水去了。我们这一餐一共吃了60.5块马币，你们觉得这价格如何呢？亚庇的斑马线，与众不同。它会学鸟叫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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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吃完饭，我们去超市补给一下，顺便看看当地的物价。一个5.5块，这应该都是中国来的。蓝莓多少钱1.5块。比中国贵一些。施瑞雅这个超市水果基本都是进口的，价格不是很美。沙拉菜。买个黄瓜可以生吃的 ，cucumber 也太大了吧，3.5块。不是刺的。我觉得他们的鸡都不贵，25块4毛9。不是，这是海鲜。这就是伦敦的头死角。啊，伦敦的哦，这个大伦敦，买个这个是。28。这个好吃吗？chef 的方便面在小红书上真的是很火。一般买这种。牧场的牛奶，他说会很浓，7.2块。这个乳酪我在中国经常买的，
国内是卖18、19块。这半香蕉超好吃。鸡蛋这个多少钱？这里写的多少钱？这个是蜡菊的，30个是他们经常会买的。13块5毛9吗？这么便宜吗？30个哦。一个4毛多钱。这个一个1块哦。这一个7毛5。我们今天就住在 Justin 码头旁的公寓。我们楼下有便利店，是吧？这平安店好可爱哦。但是也不便宜，一个要19.9马币呀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还有这个咖啡，还有一个洗衣房。现在呢，是我们亚庇民宿tour，这个是客厅加厨房，一目了然。饮水机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桌子，冰箱。窗外对着羽毛球馆，晚上窗帘还是得拉上的，因为挺多人来人往。可以看到海一点点在尽头。我们现在在8楼嘛，可能楼层高一点会好一些。这个格局真的很好笑。这个也是可以住一个。这边2个人可以看电视，这个人不可以看电视，你就好好睡觉。然后这是主卧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卫生间，这主卧配的卫生间。这个梳妆台的桌子，房东你是不修了吗？就这样的顶着，修一下吧，这太影响美观了。这没有任何景观，这是外面。我们这在几楼啊？8楼。但是还是楼层比较低，有点潮，因为下雨了。这是其中一个房间。这套公寓可以住4个人，有2个卫生间。洗衣机是带烘干的，海尔的。竟然是小米的电饭煲、电磁炉，然后这是微波炉。这里有刀叉、锅、盘、杯子、熨烫斗跟电吹风。我们这套呢，一个晚上是280块钱。我之前刷某书，就同样就是这个公寓同样的户型，它可能装修更好一点的吧。然后假期是1200一个晚上，果然他就暴走了。但是我住的话，我也暴走了。我觉得200多就蛮合适的。我们刚把那梳妆台的照片发给房东，房东问我们要不要换一个房间。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有没有新的房间。看房东给了我们3套房间，让我们去 check 一下要哪一套。人还挺好的。这个是同一层另一幅。哎，这个不就是你照片里的那一幅？这套公寓客厅要比第1套小，格局装修都差不多，也是可以住4个人。格局是一样的。这个厕所也大。我们现在到22楼这套来。第3套装修更好，可以住5个人，但是只有1个厕所，而且下水道有点味道，一开门就闻到了。这套装修会更好一些。哦，3个床。那个花为什么弄个青蛙在那？好可怕！灯开。可以啊。这边是小间的。这一套22楼呢，它只有1个厕所，刚才楼下的都是有2个厕所的，就这一套会多了一个床位。我们最后呢，还是选了这个大套的房子，因为隔壁那一套也是在8楼的，它是有点装修味，然后楼上它的房间比较小，只有一个小圆桌，所以就还是选这个大套。今天是第2个晚上，说一下住这套民宿的感受。在评价里有看到有人说啊，这个摩托车晚上非常的响，哎，这个是真的。就晚上10点钟的时候，摩托车的360度的环绕，还挺响的，就是那个轰轰轰的感觉。那个是不是叫鬼火少年？反正就是那个摩托车特别响的摩托车。如果是很怕噪音的小伙伴，建议住这套的话要带一个耳塞。我们现在是8楼嘛，那个声音都蛮听得见的。我换了新装备 Pocket 4，但是 Pocket 4的耗电量真的是比 Pocket 3要快多了。我从早上到现在才开了不到10分钟左右吧，因为一开机就掉电掉了7个点，然后现在只有71的电，太夸张了。我觉得深圳机场还是有点冷的，我穿了一件防晒衣，觉得有点发抖。哦，那密集恐惧症。